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终于做这个视频的主题了，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有的爱马仕包包合集。没想到这几年时间下来，我也陆续攒了9只爱马仕的包包了。那今天的视频呢，我就打算按照以下几个大方面吧来跟大家聊。首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聊一下每一只包我的入手时间、它的皮质、材质、大小，以及说我用下来我觉得每一款包包它的一个优缺点。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更多的是从使用感方面来分享。这几年时间，这9只包我用下来呢，我个人感觉最实用的包包，然后我最常用到的以及最少用到的包包呢，分别是哪一些？然后如果你是想要入坑爱马仕，或者说才刚刚开始养马的小伙伴呢，我也有那种觉得非常适合入门的那种包款的推荐。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关于入手渠道方面了。这9只包呢，我有从专柜爆出来的，从官网买到的，然后也有从二奢平台剁手的。所以呢，今天也想要就是具体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自己购买下来感觉比较靠谱的一些渠道，以及说我在判断它是否靠谱的这个标准有哪一些。然后第4个部分呢，就是近期我最近新到手的一只爱马仕的包包。如果有看我最近的一些视频的，估计都已经知道了，就是这一个小鸡黄颜色的 Kelly 25，还没有专门拿到视频里面来跟大家聊过嘛，所以呢，今天第4个部分呢，就具体来测评一下。OK， 那其他不多说了，赶紧开始今天的视频。我入坑爱马仕的第一款包包呢，就是这一只中古款式的 Kelly 32，然后呢，它是一个内缝的款式，皮质的话是叫做 Cushwear， 它是 Epson 这种皮质的一个前身。差不多是在2004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正式的停产了。具体的颜色我觉得就是很接近那种巧克力棕的感觉，亮度方面呢会比 Epson 就是荧光面的时候呢显得更加的亮。然后我入手这款包的时间大概是在2019年可能11月份的时候，到现在差不多刚好5年的时间了。它最大的优点我觉得就是过了5年的时间，它目前的整个包包的一个状态，无论说是皮质上的一个使用感啊，还是说五金的感觉，以及说包包整体的一个包身，真的是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的。而且这5年的时间里面，我也不是说没有在用它，使用率还是挺高的，甚至有时候出门旅行我都会把它拿做登机包什么的来用。因为本身这款皮质它重量感就是很轻嘛，它甚至比现在的 Epson 皮呢还要更轻一些。然后32的尺寸能装的东西呢也确实很多，所以就我自己亲身用下来啊， Epson 皮确实是我觉得所有的爱马仕普皮里面最耐用的类型了，你完全不需要小心翼翼的去用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Epson 皮质的包包你买回去等过了10年它可能就还是那个样子。硬要给它找一个缺点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本身尺寸的会稍微偏大，而且这款颜色是比较深的嘛，所以呢基本上我只会在秋冬这2个季节呢用到它，春夏的使用率呢确实不高。然后因为它是一个90几年的这种包包了，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它的手柄跟金属挂扣的这种地方呢，会略微有一些松动，倒是不会影响你日常的使用了，但是会发出一些就是皮质跟金属之间摩擦的那种声音。我给大家近距离听一下啊，就是这个声音。第2款包包呢，就是这一只 Lindy， 尺寸呢是26，金棕的颜色，搭配的是银扣，皮质的话呢是一个 TC 皮的材质。那这款包呢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8月份在官网买到的。刚买到的时候真的它在我眼里面就全是优点，本来包包造型就很好看，拎起来呢又轻松随意的感觉，能装的东西呢也不少。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款包4年用下来到现在为止啊，它的缺点是远大于它的优点的。当下这个程度，它在我这里我觉得它唯一的优点大概就是当时我是在官网入手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配货，而且又是一个金棕配银扣，非常保值的这种金刚色。至于它的缺点，今天视频里面真的好好跟大家说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
TC 皮的这个材质在 Lindy 26的这个尺寸上面真的太容易变塌了。这只包它在我这边的使用率甚至都没有前面那只 Kelly 32那么多，但是你看它现在就已经塌成了这个样子。它整个塌下来我倒是不介意它正面的这种感觉啊，显得还蛮松弛的，对不对？但是呢，因为它整个包型的原因吧，你越塌就会显得它侧面越厚，它变得越厚之后，你再这样子肩背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很奇怪，手臂整个就是这样子支撑起来的感觉，让人觉得很不自然，很不舒服。另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真的包包自重本身呢就已经蛮重的了，所以你要在里面再稍微多放一点东西吧，确实是如果长时间背会有一些负担感。再然后呢，就是 TC 皮，我发现了也是蛮容易染色的。我最近你知道吗，才发现说，你看背后这个地方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就染色了，给我染出了一个数字 7 的那种感觉，我甚至都不太确定说它能不能够清洗掉。然后你看包括背面它塌下来这个样子也是有一点点太夸张了，而且像我前面提到的，我真的没有在很经常的用它。当然了，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那是因为你平时不背它的时候里面没有塞东西啊，那我只能说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维护成本或者说需要特别悉心照料的这种包包。第三只包包的话呢，就是这一款 Hermes Bag， 然后它是当年的一个限定款，也是在2020年的时候在官网买到的，差不多跟那只 Lindy 26呢是前后脚，大概前一天刷到了那只 Lindy 26，然后第二天就刷到了这个飞马的。它最好看也是最大的优点吧，应该就是一个限量款的设计吧，我很喜欢它前面这个蓝色的飞马图腾，哪怕就是4年过后到今天，我也不觉得说它这个图腾显得很过时。包身的部分如果是帆布的材质嘛，所以呢也不算特别的笨重，但我不得不说它中间这根金属杆的部分啊是很重的。至于缺点的话，我觉得也是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呢，就逐渐让我发现它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实用。虽然说能装的东西确实很多，但你平时用起来的时候吧，你会很懒得说还要把整个包扣这样子扣好，就会觉得很麻烦。但是呢，平时如果说你就这样子给它把扣子固定在这个地方呢，你只要稍微放一些东西的话，它是完全固定不住的，会咧得这么的开，还是会稍微让人觉得说没有什么安全感的。另外的话，就是这款包它本身自带的那个肩带确实是会比较的长，所以后来我也是自己额外的在某宝上面给它去配了一个这样子的短肩带，这样子背起来的话，在身上那个上身效果呢会好看很多。第四只包包呢，也是我的第一只铂金包，就是这一款 birkin 30，然后黑银的配色，也是我当年就是从专柜里面爆出来的第一只包，时间呢是2022年的3月份 ，Togo 的一个皮质。这款包我觉得跟 Lindy 那款26呢就是完全相反，它属于我刚刚拿到的时候可能都还没有那么的喜欢，但是呢几年用下来真的是越用越喜欢。因为一开始拿到的时候我总觉得说好像对我这种身形比较娇小的人来说呢，它是不是有点显大，但真的越用越觉得香。30这个尺寸我觉得也比较好，能还原就是铂金包一开始设计的那种精髓跟想要表达的感觉，是非常的大气又休闲的。硬要说缺点的话呢，我觉得首先可能因为 Togo 皮质的话，它相对来说呢也会比较容易塌软一些，但是呢绝对不会有 TC 皮那么夸张。因为这款包到现在也已经2年半以上的时间了嘛，整体的一个造型感我觉得还是 keep 的蛮好的，并且平时就是除了它本身的一个防尘袋，我在里面呢也不会再塞其他的包撑啊内胆包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个小小的缺点大概就是呢30的尺寸配上 Togo 皮质呢也确实会有一定的分量感，但这些小小的缺点吧都没有办法跟它的那些优点相提并论，所以呢在我这里我是可以忍的。而且哪怕就是平时有时候登机什么的，我把里面塞满东西，我也不会觉得说它是在一个我扛不动的那种范围。接下来第5只的话呢，就是这一个25尺寸的 birkin， 然后它是一个外缝的设计，用的是 Epson 的皮质，金棕呢搭配银扣的一个组合。它是我在大概拿了黑银那个 birkin 30之后8个月在专柜呢爆出来的。这款包我个人啊真的是很喜欢很喜欢，最主要的就是我很喜欢金棕这个颜色吧，在 Epson 皮质上面体现出来的一个色感，相对来说呢我觉得浅一些的这种金棕的色感呢看上去会更加的年轻，更加的休闲一点。所以哪怕它是一个外缝看上去比较硬挺的这种设计，但它搭配上银扣之后，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日常搭配的
局限性，而且呢走的还是一个白线嘛。至于其他的优点，那肯定也就是在 Epson 皮质的这一个耐磨耐用性方面了，它也是几乎就跟我当时拿到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具体的时间应该是在22年的11月份到手的。如果硬要给它挖一点缺点的话呢，可能就是平时你日常使用起来的时候呢，拿东西你可能觉得说没有像 Togo 皮质啊 TC 皮质啊这么的柔软，时不时可能会觉得说没那么顺手。但讲真的，我并不觉得说它会影响到你日常的一个使用，而且本身 Epson 皮质又很轻便嘛，所以对我来说啊，它的一些小小的缺点呢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类型。第6支的话呢，就是这一款迷你2424，它的颜色呢是一个非常亮眼的那不勒斯黄，会比小鸡黄什么的更加的饱满，更加的亮眼，所以呢这种颜色就是非常适合在春夏这2个季节来背。它是我在拿了金棕那一支 birkin 25之后呢 sales 给我 offer 的一个甜品包，也就是在那支包的3个月之后，所以呢是2023年的2月份入手的，同样搭配的是一个银扣，然后它的材质的话，包身的部分呢是 Evercolor 皮质，然后包盖这边的话是 Swift 的一个皮质。原本这只包包它也是搭配的那种很长的那种细窄的肩带嘛，这根短的宽边肩带也是我自己在某宝上面给它配的，我会觉得背起来更加的顺手方便。那这只包包它的优点的话，真的就是非常的实用耐用，而且它这个皮质远比我想象的更加不容易染色。因为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我回国了好几个月，都是拎的这款包嘛，当时我有穿牛仔裤啊什么的，但是呢它你看整个背面都还是非常干净的，颜色上面呢也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看着小小的一只，但是呢能装的东西呢也非常的多，肩带又可以拆卸什么的嘛，所以呢其实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搭配就是可切换性的也很强。然后硬要给它说一个缺点的话呢，可能就是在扣子的这个部分，因为整个金属扣的这个部分它做的是非常 chunky 的，面积也比较的大嘛，然后平时你打开合上的时候呢，扣子会比较容易刮到上面的这一块金属板，所以呢目前就是我自己使用下来的话，上面呢确实会有一些比较轻微的划痕。第7支是我所有爱马仕包包里面心中的一个 dream bag 第1名，我真的没想到说我会这么快的拿到它。25尺寸的 Kelly 外缝，然后 box 皮的一个材质， box 皮大概是爱马仕他家所有这些虎皮里面我个人最想要拥有的传承皮的那种质感，你拿在手里摸在手上真的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那种喜欢程度吧。然后这款包我当时也是特意明确表达了说我想要黑金的这种组合，是你包柜里面的一个万年经典，所以它跟前面那个 birkin 30的黑银一样，也是一只我觉得我会永远想要拥有的包。而且本身 box 皮它又非常的轻便嘛，所以呢这只包拎出去也是非常轻巧的，精致感什么的也很足。要说缺点的话呢，它肯定就是 box 皮质本身的一个容易留下划痕的这种特性。确切来说，我是2023年的9月份拿到的这款包，所以到现在呢也是1年出头的时间。因为 box 皮质它本身比 Epson 吧又更加的硬朗，所以偶尔拿东西的时候，你甚至需要把它的包口这样子掰开一下才能够很好的拿出来。那偶尔手上如果说戴了什么戒指啊，真的是会比较容易蹭到的。目前来说1年多的时间呢，包盖上面我是真的留下了挺多细小的划痕。如果你很在乎这一点的话，真的就是不要轻易的去入手爱马仕加 box 皮质的包包。但因为它这种皮质有一个特殊性，就是会在可能5年、8年、10年之后，它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更油润的那种光感，自我修复的那种能力也会逐渐体现出来吧。到时候它的这些划痕就反而不会那么的明显。所以我现在也就是抱着说想用的时候就直接用，也不用说特别的细心呵护吧。我就还蛮好奇说等过了5年、10年之后，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第8支呢，也是所有这些包包里面我等待时长最长的一款包，它就是一个内缝的 birkin 25，真的足足等了半年才拿到，就是在所有的配货都到位之后啊。有的时候你等的越久吧，等你真正拿到它的时候，你真的会潜意识里面就更加喜欢的感觉。这款包也是今年我真的使用率非常非常高的一只包了。虽然说它25的这个尺寸吧，没有30拎在手上那种特别大气的感觉，实际使用它是真的很好用的，而且因为尺寸小了一大圈，它本身也不会有那么重的一个
负担感，然后因为又是内缝的这种缝制的手法，本身包包也会比较的塌软自然嘛，所以平时拿东西啊什么的也会更加的顺手方便。再就是这个颜色，我真的好喜欢今年年初新出的那个雾霾灰嘛，完完全全我感觉写了我名字的一个颜色，比较深沉，然后带有一点蓝色系冷感的这种灰调，关键是它还搭配了一个我没有过的这种淡金扣的扣子，相比于搭配银扣来说呢，它又没有那么的 sharp， 所以可搭配性也是真的很强，可上可下。至于缺点的话，这款我暂时是真的找不到任何缺点的感觉。那第9支呢，也是最近新到手的，也就是 Kelly 25的一个内缝小鸡黄的颜色，搭配了非常清新的银扣。然后这只包呢，它是一个 Swift 皮的材质，入手时间其实就是在灰色那只包包的1个月之后。同样的，这款包我也是真的找不出任何的缺点。 Swift 皮质大概是所有普皮里面我觉得对于颜色的呈现效果最好的一个，然后小鸡黄本身又是这种比较奶乎乎的黄色系嘛，但饱和度呢又不是很高，可适应的那种人群包括穿搭的风格呢也会更加多一些。然后 Swift 这种皮质呢也是特别轻便的，它也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不经用。在国内的时候我还有拿它就是坐高铁啊什么的，上飞机它也都没有说被刮到磨到，可能唯一在搭配的季节性方面吧，在秋冬呢会有一定的局限，因为如果你拿它去搭配一些深色系的那种大衣，可能就不是那么合适了，只能在秋冬天呢去做一些浅色系的穿搭，适配性呢会比较的好。包包里面用到最少的包包呢，我觉得就是这个 Lindy 26跟 Hermes Bag 了。其实原因什么的可能前面也都几乎聊到了。像 Lindy 26，首先呢它的这个颜色吧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浓郁的这种棕皮感，颗粒是比较大的，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呢，它的包型又变得越来越垮，加上它又比较容易染色，所以呢这款包真的就是买到可能1年多之后1-2年之后吧，你就逐渐开始觉得说怎么好像就显得挺旧了的那种感觉，自然而然就是会用的越来越少了。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可能去年开始吧，我真的是一次都没有用过了。怎么说呢，就是一款你明明才没用了多久，没用了几次就突然变旧了的一款包，每次就是碰到它想说今天拎这款包吧，就总有一些别的更好的选择。至于这款飞马 Hermes Bag， 我觉得也是自从我开始就是进店开始养马之后啊，拎到的次数也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觉得可能就除了说它本身使用起来的一些不便利性之外，因为它的包型其实跟什么 Kelly 啊 birkin 啊都有这种很类似的，所以在你逐渐拥有了 birkin 跟 Kelly 之后，你真的不太会想说经常想到吧去拎这款 Hermes Bag。 我曾经有好几次想说着要不然就转手算了，可是当我看到它的这个图腾吧，我又有点不想转手，所以基本上它现在属于一只躺在我包柜里面的废包的存在。最常用到的我觉得是可以按照这个大的方向，比如说有肩带的会比没有肩带的我会更经常的用到，因为平时你日常出门无论说是吃饭还是说跟朋友见面出门逛街什么的，你都会更想要去拎那种可以做到随时 hands free 的这种包包，因为实际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双手就是要做很多事情的呀。那有肩带的款式你就是可以随意的甩在肩膀上，然后就该干嘛干嘛。而像 birkin 这种包的话，毕竟它只能挽在你的手腕或者手提，所以呢自然而然要从这方面的实用性来说呢，就肯定不如 Kelly 啊，然后迷你2424这种包型了。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来聊的话，就比如说内缝跟外缝，我不得不说吧，就是几年用下来肯定还是内缝的实用性呢会比外缝的更加的大，因为包包它作为一件你生活当中的配饰吧，肯定是要服务于你的日常生活的，除非说你就是想要拎这只包包出门吃一个饭，然后开车去然后开车回，或者去参加一个什么 special event， 那么你可能会更多的考虑到说这款包是不是足够的精致啊，衬得起今天的这个场合等等这些日常的一些生活场景。那你内缝的包包拎出去，你无论说是拿东西还是说能放的东西的这个容量也都是要更大的，可操作空间更大吧。你就比如说我想要出门逛个街，然后今天我可能想要拍一些 vlog 的片段，那我可能就需要带 vlog 相机出门，一开始我可能想要拎这一只
外缝的 Kelly 25出去，然后就在我装这些东西进去的时候，我就会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说，哇，到时候我拿相机出来拍东西，支架什么的也太容易磨磨蹭蹭的了。那想到这，我就又会不由自主的把这只包呢放回我的包柜里。而内缝的包包的话，你真的就是随便塞，我给它塞到就整个撑开，我也不用去担心。这9款包包的一个实用性排名，我觉得第1名当之无愧要给这一款 mini 2424，连我自己都没想到居然会是它。但这款包真的太好用了好吗？大家可以先忽略掉它的颜色，我说的就是这款包型本身。如果说你入的是一个黑色或者说金棕大象灰这样子的 mini 2424，它几乎可以涵盖到你所有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穿搭的场景，各种生活的需求。最主要就是它包型设计的是一个很耐看，风格性呢又不是那么强烈的一个很基础的包型，然后又有 chunky 的这种金属的细节啊，包包的翻盖，所以整体的精致度呢也很在线。那你日常休闲的时候搭配它本身那个肩带，或者说给它配个宽肩带，它又可以很休闲。然后你想要精致一些 dress up 一些的场合，你就可以把它的肩带呢拆掉，这样子的话它又变成了一个很迷你精巧的手拿包。感觉那些你需要拿 mini Kelly 2代啊，或者说是 Kelly Pochette 的这种场合，你要是入个黑色的，它也完全都 hold 得住。而且呢，相比于那2款包来说，它的容量呢又要更加的大一些，因为它只是一款甜品包嘛，所以你也不需要说什么大量的去配货啊才能够拿到。所以说综合以上所有的各方面的考量吧，最实用的爱马仕包包非它莫属。完全不考虑预算的话，那我肯定是会推荐这个 mini 2424的。但如果说你心里有一个预算的预期，那么它可能就不太适合入门了。这款包就是这2年涨价涨得还蛮多的，我当时买的时候就已经是8800美金了，然后今年的话已经是9550刀就税前的这种价格，所以对于一款入门包来说的话，我个人感觉是偏贵的。因为如果说你入手了之后，你发现你自己逐渐用下来并没有那么的喜欢，那么这个成本我觉得就有点过高。而且呢 mini 2424相比于一些其他的款式，它可能在2级市场的流通性或者说保值性也并没有那么的高，所以综合各个方面的话，我可能会更加推荐以下这2款包呢作为一个入门款。总的来说，我觉得入门爱马仕最适合买的就是二奢，也就是中古的一些包包。比如这个中古款的 Kelly 32，我当时买的时候大概是7000美金出头，然后我现在去2级市场就是各种稍微比较了一下，看了一下，也差不多还能卖到7、8千的这种价格。毕竟它是一个 Kelly 嘛，很具有代表性又特别的历史悠久，而且32的内缝其实尺寸方面真的也没有那么的大，流通性呢还是很高的。而且一开始你就先入手了爱马仕家最 statement piece 的这种设计，你也能够更好的感受一下爱马仕的包包。而且 Kelly 相比于 birkin 来说的话，在2级市场价格呢普遍也要更低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入门款的选择。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适合入门的包款呢，就是吉普赛这款包包。吉普赛它这2年不是推出了迷你的那个新款嘛，但其实呢这款包也是在很久之前爱马仕就已经推出过了，当时呢出的是比较大的尺寸，所以2级市场上面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像是吉普赛28这种尺寸。如果比28更大的那种呢，我也就不是很推荐，但是28这个 size 我觉得是刚刚好，又日常又非常实用的。而且它的那个肩带是比较宽的那种设计嘛，且同样是可以拆卸的类型，所以你也完全可以给它配一根短肩带啊，或者说利用它本身的那个肩带拆掉其中的一半，再去加一个那种金属的圆环扣，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短肩带的包包来背。吉普赛这款包它本身的那种随性感，我个人呢也是很喜欢的。而且28这个尺寸它在2级市场的价格其实也不高嘛，差不多就是4、5千左右的这种价格。再就是因为爱马仕重新复刻了吉普赛的包包，出了更迷你的尺寸嘛，所以呢就这个包型上面来说，你哪怕是之后背了想要转手了，它也不会很难流通。渠道
方面目前来说呢，最主要就是以下3个渠道，第一个呢肯定就是专柜，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官网，第三个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二奢平台。那专柜不用多说了，如果说你心甘情愿去配货的话，专柜肯定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但如果说你只是种草，比如说像 Lindy、泰兰兹呀、吉普赛呀，就是非 BKC 以外的这些包包，那去蹲官网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不过说这2年官网刷包好像难度已经越来越大了，不像我2020年的那种时候，时不时真的就是可以买到的类型。至于二奢的话呢，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买过的，以及说我自己有在这些平台上面转手过包包的一些我认为比较靠谱的渠道。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一些比较知名的、名气比较大，且在全美就是很多地方都有实体店的这种平台，就像是 The Real 啊，然后 Fashion File、Rebag 等等这些，这几个平台都是属于那种时间已经很长了，然后都是已经 built up 它的这个 reputation 之后，总体让人觉得会比较靠谱的一些平台。而且如果说你所在的城市有这种实体店的话，那么你是可以直接去感受到实物的，自然而然呢会更加的放心。你就比如说我的这个第一支中古款的 Kelly 32呢，我就是当时在 Rebag 上面买到的，而且我印象当中是那个时候他们在洛杉矶做了一次快闪店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去店里看到了这款包，之后再拿下的类型。另外像是 The Real 跟 Fashion File 的话，因为我自己在这2个平台上面也有买过一些其他牌子的，并且我也有通过这2个平台去转卖一些自己的东西，所以自然而然我也觉得会比较的安心。而这几个平台里面来对比的话，我感觉 The Real 他们在价格方面呢会更加的有优势一点，而且他们上新速度真的很快，可能因为整个平台的量就是很大吧，所以每天呢都会上新很多不同的包包，会有一些当下很新的包，然后也有那种很 vintage 的款式，并且他们在纽约、洛杉矶这边呢都有很大的这种实体店嘛。然后 Rebag 的话呢，他们是时不时会做全场的那种额外的折扣，我觉得他们定价方面没有的 Real 优势这么大，但是偶尔碰上就是节日季或者怎么样的做全场折扣呢还是挺划算的。因为平时他们做这种全场额外折扣的时候是不会说限制爱马仕啊或者说 Chanel 这种品牌的一个参与度，都是会参加的类型。但像 The Real 他们常年有那种8折，但是从来都不会 apply 到爱马仕跟 Chanel 的这2个品牌。另外好像 Louis Vuitton 也是不参加的。至于 Fashion File 的话，我觉得它有一点像是介于这2个平台之间，我更多的有时候是去做一些比如说同样一款包包在几个就比价的这种参考，但有一些不是那么热门的款式或者说颜色呢，在他们网站上如果放久了一直没有卖出去的话，到最后呢他们会做蛮大力度的这种折扣的。在他们家上面买过的包包呢，这几个平台好像都是有那种buy back 的这种选项的，所以如果说这款包你买了用了1-2年或者说大半年什么的不想要了，也是可以又就选择再卖回给他们。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平台呢，我觉得相较于这几个平台来说呢，风险系数会高那么一丢丢，但是偶尔真的能够找到那种特别香的价格，叫做 Vestiaria Collective。 它更加像是一个平台，不像是一个商铺吧，因为聚集了就是全球各地很多大大小小的这种中古店啊，还有个人卖家都有。我早几年有在上面就买过几只 Fendi 他们家那种中古的包包，因为有2年就是 Fendi 他家的那个老花Hobo 不是特别的流行嘛，然后我有特别好的那种价格在上面买到，并且之后我转卖的时候，甚至就美国这边的平台回收我的价格比当时我在上面买到的价格还要更加的高，相当于我还赚钱了。但是在这个网站上买东西，我觉得就是你挑选的时间就会更加的久一点，因为你要考量很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我是基本上不太会去看那种个人卖家的，更倾向于去看那种大的专门卖中古的商店，我会觉得说安心程度能更高一些。那除了以上这几个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渠道之外呢，今年我确实又挖到了另外一个渠道，也就是我新买的这支 Kelly 25的小鸡黄的一个入手的渠道。当然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仅仅是我个人经验的一个分享，并没有说推荐大家去哪个平台或者说什么渠道去买爱马仕的包包，纯分享无广告。这么想想也真是挺大胆的吧，我在某书的直播间买的一只二手包，具体是哪个店我就不说了，但是呢在国内也是有不少实体店，而且呢是做了10几年以上了的这种。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在直播间买东西，流程其实跟我提到的 Vestiaria Collective 也是差不太多的，都是属于卖家会先把东西发到国内中检的地方，官方用的应该就是浙江中检，然后中检什么都过了之后，鉴定报告也都
给你发了之后呢才会寄到你手上。那讲真的，我个人都觉得说，虽然浙江钟点听着确实很靠谱，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你考虑要在这种什么直播间买这种比较贵价的东西啊，额外需要考虑的就是一定要看这只包它配件齐不齐全，就比如说有没有当时购买的小票，这个是最关键的。基本上如果这款包没有当时专柜的小票，我就不会考虑入手了。然后另外一些配件，就比如说有没有它的一个承带啊，然后盒子啊，然后肩带这些配件什么的，肯定都是要有才行。虽然说它所有配件都齐全的这个情况下面，价位可能会稍微的高那么一丢丢，这个保障度吧是很有必要的。当时6月份下单之后呢，我是直接先寄到了我朋友家里边，然后后边回国之后呢再去他那拿的。拿回美国之后呢，我有额外的再去做鉴定。然后这款包它整体的成色真的非常好，我感觉就是这只包的前主人几乎都没怎么用过它，整个包包上面是看不到一丝一毫的这种使用痕迹的，包括金属上也是没有任何的划痕，油边所有的东西呢也都特别的完整。小鸡黄的这个颜色真的就是一直以来我特别想要的一个黄色系，刚好我又没有 Kelly 25内缝的这个包型嘛，所以当时看到真的就是很心动。而且我感觉啊 Swift 皮好像在国内并没有很受待见，普遍来说它在二奢的价格呢都会比其他的皮质更加的低，可能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 Swift 皮特别不耐用吧，但我自己这几个月用下来真的觉得还好，反正肯定是不会有 box 皮那么容易留下使用痕迹感的。然后我当时入手的价格呢确实也很香，如果说换算成美金的话呢，大概是16000刀左右的价格，就比起你真的再去配货再去专柜去拿的话是要香很多的，而且你在专柜配它真的还不一定就会给到你心尖尖上的那种颜色哦。另外就是大家在逛这些无论说是二奢的平台呀，还是说其他这些渠道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多多关注，比如说3、4年之前的这种刻印，但是呢使用感又非常低的，尤其是在国内的这些二奢啊，他们有一套就还蛮套路的这种定价的标准的。同一只包，你比如说 Swift 皮可能就比 Epson 皮呢要低1万块，然后同一款包不同的年份，老1年的话可能又低1万块，差不多就是这种节奏。简单跟大家测评一下关于这只包包的一个容量好了，目前呢我都还不算装的特别满吧，但日常你出门需要带的东西真的完全足够塞进去了。你就比如说手机、零钱包，这个是一个防蚊虫的喷雾，容易被虫咬的，这个东西实在太必备了。然后随身的香水、你的润唇膏、口红、眼药水，稍微大一点的这种钱夹，我的 vlog 支架，我的墨镜以及我的 vlog 相机，就塞这么多东西，你看前面都还没有完全塞满，所以呢它容量真的很大。然后都说 Swift 皮容易变形嘛，但我感觉你反而平时给它塞的就很满的时候，它反而不容易变形。但是呢就是尽量不要在不用它的时候在里面塞一些非常有棱角有形状的那种东西。你就比如说这样子的相机支架，你平时不背这款包包的时候就尽量不要把它塞在里面，因为 Swift 这款皮呢它是会比较容易有压痕感的。有一些朋友他喜欢用内胆包嘛，但这款包如果你内胆包用久了并且一直放在里面，它的背后可能就是会出来一个内胆包的那种形状，就会很不好看。如果说你特别在意就是这款包它包型方面的一个维持，那你平时不用它的时候就尽量把里面东西全部塞满，就是比较平整的塞满，然后给它这样子横躺，会比竖起来呢更加不容易变形。然后 Swift 皮这种皮质它是05年的时候推出的，我觉得与其说推出不如说改名，因为在05年之前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前身皮质是大概在1999年的时候就已经停产了，05年呢改了个名字改成了 Swift 再重新推出。这款皮它最美的一个地方就是皮面本身的那种颗粒感，它是特别微乎其微的，尤其是相比于 Togo 啊或者说 TCP 来说，就会显得无比的细腻，然后摸上去触感也特别的柔软，极致的那种视觉舒适。而且呢这种皮它呈现颜色的能力呢是非常强的。你就比如说同一个小鸡黄的颜色，我觉得它在 Swift 皮质上面的那种色感的呈现就会比 Togo 以及 Epson 的要好看很多。所以通常 Swift 皮质的包包都会看到，就更容易看到一些
鲜亮系的颜色。但正是因为这种皮质它会比较容易吸收染料嘛，所以呢我猜测它日常生活当中呢也会比较容易染色，所以呢平时拎这款包包的时候就尽量避免跟牛仔就容易掉色的那种牛仔单品穿在一起，以及说黑色的深色系的那种真丝类的单品的穿在一起。反正这款包因为毕竟我到手的时间还不算很长嘛，基本上在国内的那1个多月我都在用它，因为暑假回国那波我是没有带其他任何爱马仕的包包回去的。等之后用了更长的时间，比如说等到明年的时候，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使用方面的一些反馈的话呢，我再来跟大家分享。OK， 那以上这些呢就是这一期爱马仕包包合集的视频所有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内容。虽然就目前来说我还算不上什么爱马仕大户吧，但是呢这几年下来还是小有成就感的。然后也希望就今天跟你们聊到的我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得分享，能够给大家提供到一点点的参考。那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然后你也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呢，麻烦记得一定要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等到明年如果说我还没有出坑的话呢，再来跟大家做一个更新的版本。Anyways， 那最后呢，希望所有正在养马或者说在养马路上的小伙伴们呢，都能尽快拿到自己心仪的包包。最后的最后，还是要再一次温馨提示大家，如果说大家选择在一些二手的平台或者其他的这种渠道去买中古或者二手的爱马仕的包包，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在保真度方面，如果你哪怕有那么一丝一毫的担心，那么就不要买。OK， 那差不多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最后呢，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